大家好，欢迎来到 Forecast Happyology。因为1000订阅的关系，我决定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占卜送给大家，是大家很喜欢的真命题目。内容上我加上一些新意，希望大家会喜欢。上次的占卜是测验担心的事情，有一些组别比较沉重，但还好结果都挺不错的。对照之前的上天给的礼物那个占卜，简直完全相反。虽然有点觉得老天在闹我，不过其实很赞叹易经的道理哦。通常易经除了本卦还会有变卦，生活中常说的事情可能有变卦，就是指易经上的命运不可测，好和坏你没有办法一概而论，起头还有结尾都是上的运气，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呢，这次来做一个比较轻松的占卜，来看一下大家的真命有什么特质，例如说怎么遇到的，外表长怎么样子等等。那么我先来解释一下所谓真命的定义哦。大家在占卜界里很常听到几个名词，例如双生火焰、灵魂伴侣、真命天子或天女等等。那么双生火焰是指很像的两个人，像镜子一般反射对方的特质。那么灵魂伴侣是指相互可以互相激励成长，灵魂有共同特质，可以产生共鸣的人。真命天子天女就是你有一定程度的喜欢，而且会陪伴你走过至少一定长度人生的人。那么另外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业力关系。业力关系就是前世欠了谁，今世用一定的时间还有金钱来还债，所以有些人会把它形容成冤亲债主。那么业力关系，它在关系上就会很紧张、不对等，甚至有一种无形或者有形的对价关系。所以真命会非常影响生活的建构，大家当然都要很关心，总是会很期待谁会参与自己的人生。那么这次的占卜娱乐成分比较多，因为每个人毕竟都是独立的个体。那还没有找到真命的人，可以看看未来遇到的人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已经遇到的，也可以对照看看有没有部分特征相符合。如果不太符合，请参考一下别的组别，然后一定不要对你的另外一半产生怀疑，因为这个不是占卜的本意，会很得不偿失。那么就像前几个测验一样，请大家静下心来，我会放一段音乐来帮助大家选择。有4个选项，从左到右是1、2、3、4。这次的牌卡我用了很金光闪闪的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可以闪瞎别人的真命。那么现在请各位用直觉选一组你最喜欢的牌卡吧。大家都选好了吗？请直接从资讯栏跳到自己的组别。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解说吧。对了，不好意思，影片我还是得加上各种浮水印，虽然有点干扰占卜，不过这是避免被搬运的方式。那么影片都放在 YouTube， 请多多支持，感谢大家。第一组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大家的真命是谁呢？那么我准备了不同的牌卡，要来帮大家问一下详细的情况，包含了这张卡是2个人的关系，这边左边是你的个性，右边则是对方的个性，还有其他的神谕卡来看一下
例如相遇之后的化学变化，你们会创造怎么样的生活，以及你在遇见他之前会进行怎么样的旅行，是正在做什么事情，以帮助你可以开始了解你可能快要遇到真命了。再来呢，我也会抽塔罗牌卡来看一下你们之间的故事会怎么样的开展。易经卡也会做一个总结最重要的是，我今天我会准备我自己做的自制的牌卡来看一下，就是他的外貌特征，还有他想对你说的话。最后一定要来看一下大家的真命大概是长怎么样，那么有图片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首先我们来讲到你的个性，也可以验证一下你是否要选另外一个组别来做一个辅助参考。你的个性，你抽到的是马的精神你很向往自由，他写说你拥有自由，你是一个会快速移动，也可以说是比较急躁的人，然后行动力非常的强，很喜欢旅游冒险，会往不同的地方跑，甚至会积极的想要到更好的地方，你更喜欢的地方去发展，然后会因为工作和业务而到处移动。例如说呢，你的工作性质可能需要拜访客户，你的案子可能是必须要移动到不同的地方去视察，去看一下进度的发展。你的个性另外一个是快事方正，它的意思是说呢，你的适应力很强，对环境很快就可以适应规则。与其说这一匹马是一匹脱缰野马，不如说是一匹很善于竞赛的赛马。所以呢，选到这组的朋友，你是很自由随和的，那么在学业工作上很快都能进入状况。那么有些朋友甚至会热衷参加各种比赛，例如说舞蹈比赛、热舞比赛、运动竞赛，非常具有动感，但是又很可以适应社会的。那么这是你的个性。我们来再看你未来真命的个性是怎么样的。这边是熊看起来很温暖，棕熊，它这个英文是说抽出时间。那么看起来呢，你的真命是一个忙起来很忙，闲起来也很闲的一个人。他感觉在工作与家庭上是判若两人的。工作时候呢，非常强壮，非常负责，很有担当。不过回家之后呢，就很喜欢休息还有睡眠。那么有时候他感觉也会逃避核心的问题，在个性上他这边是防备和维持，所以对方是一个比较保守还有守成的人，和你感觉上是截然相反的人你们两个是互补型的，会保护家庭还有保护爱人，像是组织当中那个中流砥柱，有他在呢，顺序还有事项都会很清楚，行政流程都可以跑得很好。那么在求学时期，很可能就是那个善于拿到全勤奖的人所以你是善于竞赛，他是善于维持每日的生活感。再讲到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这个是龙超自然，它这边英文呢的翻译是说，你是古代的圣贤，你可以幻化万千，大师之路就是你的命运，以威严而扬升崛起。两位应该都是比较老的灵魂，甚至前几世就认识了。相遇呢，是为了将累积的能力经由相互扶持、互相鼓励，来达到这一生最高的成就。所以两个人比较感觉是互敬互爱，有点相敬如宾，知道对方的个性是和自己互补的那样子的伴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卡片。这边抽到的是更高的意志、动机，他画着一只扫帚，这张牌的意思是砍木头。中间这张牌呢，是你们相遇之后的化学变化。这两张牌则是你们会创造怎么样的生活。这边是写更高的意志所以你们两个相遇之后呢，好像有一种冥冥注定，有点上天在安排你们相遇的那个过程。尤其是两个互补的人怎么会遇到又怎么相恋，旁人看起来是毫无头绪。更高的神圣意志安排了一切，
它调动你们两个生命中的各种线索，让你们两个慢慢越走越近。这整个过程是有点不可思议。所以呢，刚开始如果你觉得两个人没有互动，就可以去做自己喜欢和有兴趣的事情，因为你是没有办法参透老天爷到底要怎么做。这个有点像是，例如我举个例子，两个人在火车上坐在隔壁，可能只是因为看的同一本书，突发的一些事件聊上了2句，那么基于礼貌呢，就互留资料，就是留个什么社交软体的账号之类的。可是因为两个人的生活并没有交集，下的站可能也不太一样，即便是觉得对方是很不错的人，你可能也只能隔一段时间问一个 hello， 问一个你今天好吗，完全是一个点头之交的状态。但是一定会有一些老天安排的事件，让这个爱情旅程就开展了。你们会创造怎么样的生活？这个是动机。你们两个会不断的探讨未来要走向哪里，你们的家庭生活或者是爱情生活是要用知识还有好奇来作为主体，还是一个比较类似于日常生活的注重细小的一个生活态度。那这边要有旗帜飘扬，彩色的旗帜呢，它挂在高空当中，它有点像是去不同的国家带回来的装饰旗，也很像是竞赛所获得的锦标旗。如果以生活来说呢，它也像是晒衣服的晒衣绳，然后下面挂了不同的衣服。所以这边呢可大可小，而且从你喜欢的东西来讲，可能你本身就是一个会去竞赛夺标的人所以可能也会挂着一些奖牌旗子在家里。不过你们两个会讨论，会研究之后要住在哪里，要带着自己的知识去哪里飞翔。再来谈到这个扫帚，它很明显就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基础，因为它要必须打扫环境啊，以及它的存在都是一个比较谦虚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话，现在是一小步一小步从日常生活建立生活的节奏感。所以你们的生活呢会非常的有家庭感，你能想象到家庭的细节，你们两个都会全盘的讨论到。你们对于进步这个观念是抱持着应该要一小步一小步从日常生活建立起，所以会规定啦，譬如说遛狗的时间是几点，煮饭的工作谁做，超市采买的金钱预算等等，你们都会很好的把它分配好。所以从这个牌面看来呢，你们两个的个性很互补，而且在一起之后呢，力量会变得非常的大。龙也是一个比较阳刚的象征，所以两个人在磨合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的口气温和一点。未来能够拓展的东西是很大的，因为它是龙。不过很有趣的是，这两个一个是动机，一个是日常生活出街的地方开始建立起那个宏大的东西，所以以后你们的家族家庭可能会比你们现在想的都还要大一些。它可能枝叶繁荣，你们之间的旅程会怎么展开呢？我帮你们抽了几个不同的牌。旅程牌卡，塔罗牌抽到了教宗、节制、命运之轮、权杖2、恋人牌。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牌都非常的正向。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因为我们抽的是你未来的真命是谁，所以它一定会比较正向。可是我觉得牌卡最神奇的就是跟之前的感觉真的都完全不一样，很令人觉得非常神奇你遇见他之前呢，在进行怎么样的旅行？这边是神奇的宇宙，在美丽中行走，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具有审美能力的人无论身处何处，即便只是在家里烤面包，都会很讲求那种美丽的仪式感，做出来面包也会很漂亮。还是出门在外都会选择具有一定品质的地方。那么在与此同时呢，你也是一位非常热爱冒险的人这边马就已经显示出这个特质。所以你在认识这个人之前呢，你已经走过很多很多地方。例如说出国自由行，和朋友呼朋引伴去大自然中游玩，樱花季、枫叶季、紫藤花季等等美丽的地方，你也都不会想错过，你也会经常去。
所以你的世界是很广阔，而且你很喜欢去美丽的大自然、美丽的地方、有品质的地方、有设计感的地方。那你们的故事会怎么样的开展呢？第一张牌出现了教宗，所以呢，你们两个可能有共同认识的长辈，例如说教授带领的不同届的学生介绍你们认识，因为老师的关系可能一起吃饭，又或者是可能在同一个公司工作，你们虽然在不同的部门，可是上司却是同一个，部门之间聚餐，然后由长辈介绍就认识了。那么在更传统的就是相亲或者是参加联谊活动认识的，所以有一个主办人、主讲人，有一个牵线的人。认识的过程感觉是还蛮传统平顺的。再来你抽到的是节制牌，这是一张平衡有耐心的牌，所以呢，因为很传统，你们的交往期可能会很长。我们常常听到说情侣交往了10年以上，超过5年，甚至有的更久的10几年，从国中就开始交往都有可能。因为呢，教宗牌也有学校的感觉，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可能是从什么班队开始的，所以有可能在求学时期就认识，然后呢，认识之后有一方或是2个都去远方接受高等教育，因为节制牌有这个倾向。所以这个阶段呢是有来有往，丢一个讯息回一个讯息，写信回信，虽然很和谐，可是缺乏了一个真正的热情哦。很传统，沟通顺畅。到了命运之轮，出现了一个命运般的事件，让2个人真正的理解彼此是此生的伴侣哦。是可以携手走下去的真命。这边只是人生应该要结婚生子，就是一个传统的观念，而让你们2个走在一起。到了这边之后，就会觉得，对方真的就是那个人。所以权杖3呢，2个人开始真正规划未来了，规划婚礼，甚至之前的突发事件是有一方要外派了，所以你必须要给一个承诺，才能一同出去。例如说呢，这边是到海外求学嘛，所以有一个人最终可能已经，例如说要搬到美国拿到绿卡了，要2个人结婚有身份才能一起过去。最后最好玩的是，你和对方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组合，但真正确认对方将和自己度过人生，对方跟你的真正的个性就才会真正的跑出来，最后的阶段才会更有恋爱的感觉。所以认识的开端很制式，稍微有点沉闷，不过你们2个是在认定对方了之后，反而才让自己认识了那个最浪漫的那一面。再看别人刚开始激情，然后最后走入平淡，完全相反。你们2个组合是越来越觉得对方是一个很棒的人，有一点浪漫的激情在里面。你的真命会和你越走越好。在有关的星座人物是有金牛座、射手座、摩羯座、双子座跟处女座。那么由于有木星所以表示说你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幸运的，所以才会抽到龙嘛，它很超自然开心，因为木星是一个心态非常乐观的一个行星所以你们2个的关系就是渐入佳境的。那么这边我刚才提的星座里面，土象就占了3个，而且还不是在1张牌，是分别3张牌表示说呢，就是这个人呢，对方真命很实际，真正的订婚结婚之后呢，才会真正的花钱、花时间、花精力，还有把心思想浪漫这件事情花在你的身上。刚开始你是一个很热爱自由的人所以对于你来说，真的就是爱上了。要不然要等待就是这只每年都会去冬眠的棕熊也是蛮奇妙的，你这样子跑来跑去。不过相反的，对方可能也会认为你好像一溜烟就跑不见1年只能见到几次，所以才会有这个节制的牌出现但就是一来一往，一来一往，并不是一个多么有热情的一张牌我们来看易经卡来总结你们2个的关系。你的易经卡抽到了火地镜，这张牌非常的好，第一次抽到火地镜上卦为离，下卦为坤，就是太阳在大地之上，这张牌已经画得非常的明了了
太阳是从地平线升起，旭日东升，所以两个人的关系会随时间不断进步、成长、升华，是天生的一对。这张牌非常好，恭喜你们。再来要进入这个重头戏啦，大家来看对方长什么样子。我们来抽出5到6张牌哦。看来抽到这组牌的人哦，很多不同类型的人抽到这个牌组，所以我们再多抽几张。因为丰满、匀称和金石都是身材耶，然后还有个性，这样子很难看出他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再多抽几张。所以这组的朋友呢，看你们的真命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哦。匀称有可能丰满，然后身材有匀称，个性呢开朗勇敢，金石。这跟熊的长相确实蛮像的哦，因为又丰满，但是又很强壮。再来是有直发或卷发，脸型则是椭圆或正圆。它其实卡里面有很多其他的牌卡，不过看起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外观目前就是知道这些。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真命想要对你说的话。他说呢，因为你让我看到自己的价值，所以而更有自信。再来是我的至亲好友都好爱你哦。他想要对你说，他觉得你像一朵盛开的玫瑰。你的真命想要对你说，希望你是他最后的归宿。再来，他说他觉得呢，我们的灵魂以红线为连结。他真的对你赞誉有加，就像一朵盛开的玫瑰，所以选择到这组的朋友一定就是他的菜，在外貌上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当然因为是真命，他也希望和你可以走到最后。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他长什么样子。那么选到第一组的朋友，这就是你们今天来看一下你们的真命长什么样子，有什么特质。那么希望你们都可以幸福，祝福你们，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2组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以非常轻松欢乐的心态来看一下大家的真命是谁哦。我准备了几个问题，包含呢中间这张卡是来问说你们两个的关系是如何，左边的动物卡和颜色卡是代表着你的个性、你的特质，右边则是你的真命，对方的个性还有特质。那么我也会抽出几张神谕卡来看一下你们相遇之后的化学变化，你们会创造怎么样的生活，那么你遇见他之前是在进行怎么样的旅行，过着怎么样的人生。那么塔罗牌则是看一下你们之间的故事会怎么样的开展，最后用一张易经卡来总结你们的关系特征。再来最好玩部分是看一下他的外貌以及他想要对你说的真心话。最后呢，我会用真正的图片来看一下你的真命大概长什么样子。那么在讲解之前呢，我要说一下第2组呢很慢才抽出来，似乎感觉会爱情长跑，经历各式各样的事件。我们先从你的特征开始讲起。你抽到的是蜂鸟，它写说存在于此，那么个性是忠实不拔的。那么选到这组的人呢，是一个拥有多种才能，不过呢，你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才能获得成果的人。因为呢，蜂鸟它为了停在花的前面，所以它要不停的震动翅膀，保持静止，才能取得这个丰美的花蜜。飞来飞去对蜂鸟并不具有效率，不过呢，有整个花园都可以任它取用。所以相信第2组的朋友有各种不同潜藏的才能。那么选到这组的人呢，在一个比较好的情况之下，会知道自己要什么，要摘取哪一朵花的花蜜。
而且知道要辛勤努力才能够达成目标。另外呢，因为蜂鸟在鸟类当中是属于比较娇小的，所以显示选到这组的朋友，可能在同侪当中平均而言是比较娇小的，个性又有忠实、坚韧不拔这个特性，所以立定的目标就会勇往直前，是非常具有目标导向的一个人。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真命，它是有狮子的精神。他说呢，有精神性的慷慨，对方呢，这个狮子是万兽之王嘛，所以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有自信、比较有自尊的人。有时候呢，就会拉不下脸，真正说对不起，可能会以行动，但是不会用那个言语说出来。那么具有领袖的气质，当然也就比较喜欢发号施令，喜欢大家听他的。甚至呢，你的真命呢，在他的领域已经画出了一定的势力范围，所以具有某种地位。不过呢，他对伴侣是非常的慷慨的，也会拨时间陪伴，没有时间的话就会挑礼物，然后也会喜欢享受比较豪华的事物。这个他的个性是羊羹色，是滋养形成，所以他可能也会比较喜欢吃好吃的东西。我看到这张牌就想到台北某一家和果子，他有出羊羹，他的名字就在上面，我只是觉得很有趣。所以呢，他可能会喜欢吃好吃的东西，看起来漂亮的食物等等，去滋养他的身心。另外一个，他的个性是精彩明朗的，他的个性比较精神奕奕哦，比较阳光，跟狮子这个动物非常的吻合，因为他的自信跟他的能力都到达了一定的程度哦，所以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那你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眼花缭乱，是个蝴蝶的重生，开始蜕变。看我这个频道最近有一些人应该真的就是在重生的阶段，因为重生这个讯息不断的重复的出现在这个频道当中。它其实没有到那么常见不过它每一次都有抽出来，有一群人正在历经这个阶段。那么这张牌呢，重生它代表着你会经历个人成长，还有财务，还有友谊的新机会。那么这段话是说呢，你可以重塑自己，要接受改变所带来的回报。你有才华与世界分享，要热爱旅程的每一个部分。这一段关系就像是你们两个人的另一个人生。怎么说呢？或许呢，这段关系和原生家庭非常的不同，所以你会感觉你的人生分成了两个阶段。这种重生就是它是比较像是依着你的个性而去打造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生活，和你的原生家庭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例如说，你的原生家庭呢，只喜欢和自己人交往，不过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或许会和家里有亲戚关系以外的人有许多时间上的相处。你们两个的关系具有非常眼花缭乱的美丽特质充满了爱的氛围，被花朵以及美丽的蝴蝶围绕。尤其蝴蝶又代表了社交圈，所以你们的社交圈可能会非常的广大。蜂鸟呢是在花园里面的，它和蝴蝶是同处在某一个场域里面的。那么狮子本身就管辖了一堆人，所以呢，它的人际关系是非常丰沛的。所以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多彩多姿，并具有一个社交的一个特性，和原生家庭迥然不同。再来我们看你其他的牌卡，就是水晶脉轮卡，再来是绕圈圈以及和平。这张牌是解释你们相遇之后的化学变化，再来是你们会创造怎么样的生活。这边说的是伟大姿态的恩典这张牌很抽象，它是一个属于比较精神性的化学变化。你们相遇之后呢，你们两个人会对于自己正在努力的事情会继续努力，并不会停止不过呢，看起来你们两个人从前都可能有跌倒过。第二组的朋友来说，是以更加努力，更加拍动他的翅膀来面对，所以这组会有一点累，因为要拍动很多次翅膀。对于对方而言呢，狮子他捍卫自己的方式是保护自己的面子，
不过两个人相遇之后呢，会渐渐的把之前的失败就忘掉了，而且不再小心翼翼维护自己的面子，或是努力到有点过劳，会大胆的尝试，会为信念更加勇敢，不会那么容易就退缩了，有点像狮子长大了。那么蜂鸟更有余裕，更轻松，泰然自若。因为你们两个的相遇，就开始彼此渐渐理解到，你们即使尝试失败了，有点掉落，可是会有另外一个人扶着你，会有另外一个人帮助你，你不会像以前一样狼狈，你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支持你。你们两个人的相遇就是某一种恩典，而且是都会维持彼此比较高贵的姿态。所以从这段关系当中，你知道跌倒它也是一种姿态，是一段非常健康的关系。那么你们会创造怎么样的生活呢？这张牌是一直绕圈圈的，所以它是 round and round。那么过去两个人看起来呢，都有一些比较执着的地方，有一些盲点。那么在一起之后呢，就会和对方学习到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这个一直转，你在漩涡里面转不出来，不过你跳到高空，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就会打破了过往绕圈圈陷在漩涡当中的一个盲点。所以呢，你和他在一起之后呢，会去尝试新的餐厅啦，试试看新的路径，用不同的观点、更高的视点来看以前你所遇到的问题。不是说你更加努力拍动更多翅膀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是有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决问题，或是这个花的花蜜它可能比较深处你采不到，那么你先去采其他的花蜜，喂饱了自己之后更强壮，再来采你原本的花蜜也是可以的。就方法上的挑选，也像是说，如果你从高空中看迷宫游戏的话，你一下子就可以解开了。所以如果你有太多的花不知道怎么选择的话，对方可能可以帮助你做一个厘清。再来，你们抽到了很棒的一张平和安宁，你们可以创造一个很安宁的生活。这个是个鸽子在这个蛋的上面，所以你们可能也会生小孩哦。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可能过往的家庭可能有一些吵吵闹闹是你比较不喜欢的，所以你会觉得你应该要去努力才能够得到什么。不过你们创建了一个和平的关系，非常宁静的爱情关系，因为你们两个人的观点可以帮助对方成长，所以生活中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以前的混乱呢就会消失，两个人生活会充满和谐，很像是默契良好的奏鸣曲。这边又充满了爱心所以在爱与和平的感觉，所以你们两个是崇尚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再看你遇到他之前的旅程是怎么样子的，因为这样可以提醒大家快要遇到这个人了。哇，选择你的路径跟那个蜂鸟非常的像打破常轨。塔罗牌抽到的是皇后牌，权杖3，钱币2，钱币10，钱币1，圣杯国王。哇，你们的旅程看起来很有趣哦。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是打破常轨，他这边写突破即将到手。这组的朋友呢，遇到真命之前，你就要取得突破。事业上呢，有可能是升迁的前夕，作品完成的前夕，而且你取得的成果是创新的，不是传统的。因此现在有计划进行的朋友，不要分心去想说你会不会遇到真命，你快要突破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了。再来是呢，选择你的路途，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这张牌和权杖3好像。第二组牌的朋友，你遇到他之前呢，你会有一段时间在迷茫说你到底要选择什么，这个非常的合理，因为你是蜂鸟，我刚才已经有说过了，你有太多的才能隐藏在你的潜能当中，所以呢，有一些人呢，他在生命当中一开始就知道要自己做什么，可是往往呢，你会越多东西人，你就会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因为每一种看起来都有可能，可是其实路径都要去走过之后才知道会不会成功。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因此你在选择你的路径，你要去摘取哪一朵花的花蜜。
但是这边同时也提醒到，如果你选择了你的路径之后，就要一直努力。你看这边的这个人，他一直在努力的耕耘哦。只有在你选择路径，并且耕耘之后，快要到达突破的时候，真命就会出现。这很像是呢，紫微斗数当中呢，如果你的爱情宫是可能空宫，夫妻宫比较不好，夫妻宫的对宫是事业宫，所以呢，你的事业越好的时候，你的爱情会越好。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情况。选择到这组的朋友，如果还没有遇到真命，你就赶快先去开拓你的工作事业跟金钱，赶快选择你的职业道路，因为有可能你选择的职业道路就会和你之后的真命有关。所以他这边提醒你，你遇到他之前的旅程呢，你会经过2个考验，一个是要选择你的职业，你的路径，你要往哪里走，你要定居在哪个国家，好，你要规划你的人生。再来就是不断的努力，选择和努力都一样重要，不断的努力坚持下去之后，你就会看到你的真命。我觉得你的塔罗牌完全印证了这件事情，你们2个爱情的旅程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怎么样的开展。因为呢，你第1张牌就是皇后牌，它表示说他遇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是非常完美了。那么没有取得成果的人，他会少了一点光芒，但是皇后是一个光芒四射的人，他在场上所有的人都会注意他。同时他也说明了，如果你的对象刚才是狮子，狮子在找他的另外一半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安于找一个平凡的。所以第1张皇后非常的合理，就是第2组的朋友，当你到达了某一个高度跟位阶的时候，对方一开始对你就会非常喜欢。你看这边跟传统的不一样哦，这边也是这个麦子，这边感觉也是。所以呢，这边的麦子还没长得很好，这边长出来了。当你已经变成那个非常美丽的皇后之后，对方会对你一见倾心。他甚至他虽然是狮子，但他对你还没自信了。你的气质呢，他爱不释手，觉得你就是他的皇后，甚至会认为呢，他有点高攀不起。虽然他已经是狮子的那个状态，再来权杖3，所以呢，有一方可能会忙于自己的计划、工作任务啊、学业任务，心思不在爱情上。第一个，因为你已经成为这个状态了，所以你可能已经觉得可以自给自足了，所以并没有在一个爱情的状态当中。又或者是你的真命，他觉得他高攀不起你，他应该要更加努力把自己的条件弄得更好，所以呢，他选择了去进修深造。再来接下来就是你们2个就进到了一个2个都非常忙的时期，所以很难兼顾爱情，蜡烛2头烧，这边要权衡，那边要权衡。因为你的光芒可能因为太耀眼了，你的真命可能会想说，那我得要准备什么东西？毕竟狮子他本性当中有一种希望自己的爱情是一个豪华，让别人羡慕的感觉，所以他看到了非常趋近完美的你，然后就会做一些很多事情，赶快去填补一些自己的条件，或者是你也处在一个很忙的状态当中。钱币10，这张牌很像是全家福的一个合照，你们2个其中之一会获得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个成功。这个成功是可以将你的事业、将你的金钱可以流芳百世，就是留给你的子孙的那种，你自己用都还用不完。也可能是对方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功，并且也获得家里的同意。2个人呢是比较像是家族间认同之后才开始的，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一些人呢会因为家人的意见，不管是你的家人或是他的家人，造成一定的波折。因为这个是一个传统的望族，传统的好门或豪门，所以呢要进入这样的家庭必须具备某一个条件，也会经过严格的审视。不过你们2个是在家人认同之后开始了。那么钱币1是终于开始交往了，这边感觉很像是婚礼的一个门哦，终于开始交往，
并且要开始建立两个人生活的一开始的基础。最后的牌有趣，那个人终于自己认为自己可以配得上你，他觉得他自己终于成为了国王。虽然这个皇后还是比较大，这个国王话还比较少，因为你的关系，对方呢成为一个具备直觉还有同情心，并且拥有一片天，而且还高高在上，坐在王位上。你还没坐在王位上，他建立了一个物质非常丰沛的一个条件。那么尤其是因为皇后她很喜欢美食艺术，那么圣杯国王呢也是情感跟艺术的天分非常的高，所以他在遇到你之后，他的条件、他的动机、他的潜力完全的升级。他去打拼之后成为了国王那样子一个状态。所以你们两个人的爱情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故事，牵涉到家人，牵涉到工作，要努力，还要经营等等，还要经营不同方面的东西。那么星座相关联的人物有狮子座、金牛座、摩羯座、牡羊座，还有处女、天蝎、巨蟹和双鱼座，有水象星座这组。这个是非常功成名就的一张牌哦。所以看起来你们的故事很长，因为其他组都抽到5张，你们抽到6张，所以你们中间的过程会长一点哦。这点要有点心理准备。再来我们看点易经卡总结你们的这个关系，抽到了火山旅。这张易经卡完全跟刚开始我抽牌的感觉很像哦。火山旅就是虽然它是你的真命，你们俩可能彼此一开始就知道，或者是他一开始就认定你了。这张牌是指这是一段很历经千辛万苦的感情，所以火山旅旁边一片黢黑，你还要自己一个人在森林中扎营，中间的过程经历崎岖，看起来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但是双方却经历了某一个人去远方工作，你看这个是去外地，这也是去外地，或是家里的反对，这是家里，你看这个多么的威严。你们的故事当中有了一些阴错阳差，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段爱情，所以如果在一起了，一定要好好珍惜对方。虽然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双方都已经小有成就了，甚至有的超级功成名就了，衣锦还乡，带着金银财宝回来。不过呢，心中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缺憾，是觉得过程过于艰辛，少了某一段甜蜜。虽然最后是他会很珍爱你，很珍视你，很呵护你，但是中间毕竟真的是少了一段甜蜜。刚开始认识的时候跟最后的结果是好的，但中间有点严肃，有点忙碌这样子。不过因为他就是你的真命，生命当中呢要记得就是无可避免要遗忘曾经有的遗憾，才能更加的豁达，更加的幸福。所以要加油。如果是正在经历这个艰辛的朋友们，加油。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貌特征。我们抽出几张牌，应该蛮多，我们来看一下。所以选到第2组的朋友呢，你的真命它有哪一些外貌的一个特征呢？第一个双眼皮，在脸型有可能是方形的，个性非常的聪明，而且也很热心，眼神有时候会很无辜，就像是猫猫，个性也蛮坦率的。所以这边出现很多个性牌哦。发型有可能是平头或是长发，眼神锐利，眼神有时候无辜，有时候锐利，肤色是自然色，很自然的维持一个天然的面貌。他想要对你说的真心话，我最喜欢这个部分了。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觉得这个你的真命呢，有非常多话想跟你说，但他真的藏了很久，他一直没有勇气说出来。就是你们两个之前可能历经了千辛万苦，然后他一直不敢表达，刚才是全部都跑出来，他想要说7句话，这么多。他说，遇见你之前我不懂爱，我想给你无条件的爱。他有可能是说他觉得你给他的爱是无条件的，是他很感动。然后他很会撩妹哦，
他说借我 Google Map， 因为我在你的眼睛里迷路了。所以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可能有一双很美丽的眼睛。你们刚才是不是偷偷从第一组看过来的？他说我们的灵魂以红线为连结。再来，你就像是一朵盛开的玫瑰。再来是我的至亲好友都好爱你。再来是最后的归宿，他希望你是他最后的归宿。钱币石，我的至亲好友都好爱你，和钱币石非常的吻合。他的不管你们之前是不是他家里有没有反对你，但最后他们最终发现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所以很爱你，所以他希望你是他最后的归宿。玫瑰和皇后牌就是同一种意思。我们的灵魂以红线为连结，所以他觉得你们羁绊很深。那么最后就来到最好玩的部分，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些人从我们刚才抽过的牌，我们要来看一下他长什么样子。那么第二组的朋友，以上就是你全部的解说，希望你会喜欢，好好珍惜你得来不易的真命。那么祝福你们了，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以非常轻松欢乐的心态来看一下大家的真命是谁。那么第三组呢，一下子就抽出来了，有点像是一见钟情，或者是说经过相亲决定。我准备了不同的牌卡来回答有关真命的问题，这边包含呢，左边是你的个性跟特质，右边是你的真命的个性还有特质，中间则是你们之间的关系。其他的神谕卡呢，之后会抽出来看一下你们相遇之后的变化，还有你们会创造怎么样的生活，以及这边可以提示你在怎么样的状态之下，之后就会很快就会遇见你的真命。塔罗牌卡则是你们之间的故事会怎么样的开展。最后以一张易经卡来总结你们的关系特征。最后当然会抽出外貌，以及他想要对你说的真心话。最后来看一下你的真命大概长怎么样子。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个性，也可以顺便验证一下这是不是你的牌组，如果不是的话，可以选择别的牌组作为一个辅助。然后你的个性是长颈鹿，这是一个看到大局，个性呢很显现亢进，是一个比较活泼外向的人。长颈鹿由于它的脖子很长，然后它很高，所以呢你看事情就会看到大局，所以是可以看得比较长远的人，可以萃取出真正的重点在哪里的人。也由于长颈鹿可以看到许多动物看不到的景象，所以他在做决定的时候考虑到的因素也会比较多，会比较正确。另外一个呢，长颈鹿它生性温和，整个感觉是不疾不徐的。另外呢，长颈鹿的配对通常是雄性的年龄比较大，雌性的年龄比较小，是一个比较专情的动物。那么可以想见你是一个，这个不是聪明，而是有智慧，所以选到第三组的朋友是一个不但有智慧，个性也很比较活泼，遇到事情呢会积极去做的这样子一个人。那我们再看对方的特性，你的真命的个性是怎么样呢？这边是清甜的精神，他写真理超越幻象，所以呢你的对象呢非常善于找出藏在环境或是事物之下的真理与智慧。然后他的个性呢是清新不屈的，很清爽洒脱，而且不拖泥带水，不屈，也就是说他会坚持一个事项呢不轻易的屈服。观察力很强，很敏锐，可以揭开模糊的面纱。
可能呢在小时候或年轻的时期比较不起眼，这和蜻蜓的生长过程有关。不过呢，它会在某一个时间突然蜕变成一个帅气、灵活的姿态。他的个性也很会找到空隙钻营，可能的职业有可能比如说警探啦、研究学者、自营商、加盟业者、跑单帮的。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会有一些人会感觉给你很油腻，但他不会，他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飒爽跟轻松清新。那么对方的个性比较随和，但是呢，不会让你察觉他可能不赞同某一些事情，你可能要尽力观察。那么你的个性就会比较大辣辣，所以你们两个人呢，有点像是就是外表上有一个反差。你看起来呢，会给人家第一印象可能是比较沉稳的人，可是个性当中有非常积极的部分。对象呢，他的外表看起来很像是灵动活泼，可是他的内心当中，他的真正的个性却有一个比较顽强、坚持的部分在里面。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的关系呢，是美洲狮，他是一个有主张。他这边写说呢，在即兴当中找到力量，争取领导的角色，并且行动。你知道该往哪里去，还有该做什么。那么美洲狮在猎食之前呢，会静静的观看，然后自信的出击。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呢，既安静又自信。你们不会畏惧旁人，所以呢，两个人会设定共同的目标，并且有效率的达成。例如说呢，你们会共同决定多少岁之前要存到多少钱买房子等等。你们两个人的未来相当有力量，还有迅速，而且非常的独立自主，不会让原生家庭影响你们的意见。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可以营造一个很坚强的一个羁绊。那么我们再来看你们相遇之后的化学变化是神圣的完美、新生活、共同创造。所以你们两个相遇之后的化学变化，你会立刻感受到你们的关系是美好还有和谐的，并且是一个在最好的时间遇到最适合的人，和抽牌的感觉非常的类似，是一种水到渠成。而且两个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想的就是快点怎么解决，不会去想到说有一些人有些组合会去责怪对方，但你们不会，你们只想说赶快把它解决掉就好了。而且不会斤斤计较，就是过往的负面情绪，不会一直在拿出来讲，再摊出来说。那么你们会创造怎么样的生活呢？新生活是一个很慵懒、很舒适，让你可以稳坐在这个生活之上，伸懒腰也无所谓的一个很棒的生活，和之前完全不同。例如说呢，你们两个人之前的家庭可能很一板一眼，不过你们在一起之后呢，一起探索世界，一起看电影啊，一起养只猫，和原本的过的人生是完全不同的。你会非常喜欢你的新生活，悠然自得，像是第二人生一般的愉快。另外一张牌是共同创造，这边太有趣了。你刚才抽到美洲狮，这只是美洲豹，关系是美洲狮，生活是美洲豹，所以你们两个个性当中看起来有平和的部分、清新的部分，可是在一起却爆发出了很巨大的力量。所以你们共同会创造出新的事物，例如说，有些朋友呢和另外一半就是合作的伙伴，例如明星、还有经纪人、运动员、还有教练、公司的老板，还有管财务的，一起创建新的事项。那么这有可能反映到兴趣上面。两个人合出一本书，配合无间。你是可以看到大局的人，他是可以超越幻象的一个人。你们共同创造的生活是很有智慧的，很有力量的。然后这边呢，都是画着这个文艺复兴的建筑，这边也是希腊式的柱子。可以想见，你们创造出来的生活非常的稳固。设立了目标之后，就是会督促对方一起赶快达成。这组很有趣的是，你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啊，没什么力量，你可能就觉得说啊，生活这样过也无所谓，安安静静、平平稳稳，很无害啊。但是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旁人都会畏惧，旁人都会觉得不能干涉他们，
或者是说知道说他们两个具有攻击性，所以你们两个在一起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威猛强壮。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遇到他之前呢，第三组的朋友正在进行什么样的旅行？有距离的雷声。你的塔罗牌卡抽到的是权杖五、魔术师、圣杯十、世界牌、宝剑一。这个我在其他的组别也提过了，很有趣的是，因为抽真命，所以它的牌照理来说应该要出现很积极跟美好的牌。不过我在抽的时候想说，如果都掉出什么宝剑三啊、宝剑七啊，那要怎么办？塔牌啊什么的，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牌真的很有灵性，它抽出来的牌卡有点雷同的，所以它真的是你的真命，因为这边的牌卡都好正向哦。除了一开始的权杖五之外，但是一开始的旅程，权杖五是很可以理解的。从你的这个神谕卡来看，这边讲的是清净空气。你遇见他之前呢，第三组的朋友的生活会有一定程度的巨变。远方有一道雷打下来了，天空即将要下雨，你在这个城堡里面看着窗外的一些天气上的剧烈变化，你和这个雷是有距离的，你可能已经清理掉不必要的友情、不必要的群体，你清掉了房间的旧物，搬到了新的地方，和旧有的事物说再见，准备迎接新的冒险。他才会说清净的空气，雷打下来，雨下过之后滋润大地，空气变得很清新，不过会有剧烈的变动。当你生活开始剧烈的变动，你就可以感知你的真命好像快要出现了。然后你和你的真命呢，故事会怎么样的展开呢？首先，感觉你们认识的时候是在混乱当中，例如说在一个环境里面，在一个工作上非常的竞争，甚至是开会的时候尔虞我诈的情形，联谊聚会上呢，大家抢来抢去，气氛很奇怪很僵持，甚至有可能是在运动竞赛场上，大家在争夺那个金牌，所以非常的奋力，是一个很不明朗的开端。你甚至不会感觉到真命出现，你会觉得没有迹象感觉到你们两个最后会走在一起。刚开始的话就会觉得一直在磨合，或者是有一部分也会觉得这个人跟我痛不对，整个环境很混乱的感觉。但是呢，马上出现了这个魔术师，事情呢有急剧的转环。权杖五之后应该是权杖六，权杖六是一个胜利。那么你没有出现权杖六，而是用了魔术师的牌来代替。权杖六的胜利是众人仰望的，那么魔术师只是指有可能在之前的混乱当中，你或者是对方都注意到那个没有参与争执的，看到大局的，知道这个是幻象，真正的重点不在这个混乱当中，力求和平的。所以呢，跟你搭上话，你们两个像朋友一样的开始聊聊天，传传简讯，你和对方开始显化就是对方的存在，找出到了那场混乱当中最珍贵的事物就是对方。那么一下子呢，你们感情就升华得很快，一下子就到了组建家庭的阶段，非常的快速，很完满，感情非常的丰沛。这仿佛就是你们两个人都在显化对方的出现，所以一下子就进阶，从一到最后圆满的状态。到了世界牌就更不得了了，这段感情非常非常的美好，你们会一起经历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一起去世界旅游，讨论世界的新闻，非常互补的关系，从情感上的完满达到了人生各方面的完满。最后却是宝剑一，宝剑一的感觉就是因为你们两个感情太稳固太好了，一切都太完美了，所以你们两个觉得没意思，稳定之后反而会想要戳一下对方，找个茬，小吵小闹，或者是对世界啊，对各种价值观的东西发表不同的看法，然后语言上就会开始有点小小的针锋相对一下。可是呢，它完全是因为这个太稳固的关系，
反而可以觉得小小嘴贱一下没关系，很放肆大胆的这么做，来增添生活的乐趣，两个人还会有斗志的感觉。这个塔罗牌呢，可以看出来你的真命有可能是狮子座、双子座、处女座、双鱼座、天秤座、水瓶座以及摩羯座。你的易经牌卡抽到了风山剑，你们的感情呢非常的好，倒吃甘蔗，从权杖五到达了世界牌，最后还可以嘴贱的闹对方，所以呢是一个越来越好的感情，逐渐发展，从友谊开始，到最后组建家庭，到最后一起探索世界，很快成为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爱人哦。所以这段感情是逐渐发现对方的好，而且这张牌呢，它其实有很显著姐弟恋的关系，因为上卦是长女，下卦是少男，是比较年轻的男生，女生的个性很顺从负责，这是长颈鹿，男生则是很谨慎保守一点。蜻蜓通常都在同一个水域当中移动，但是这个段感情非常非常好，而且还会越来越好。那我们再看外貌特征，还有他想对你说的真心话。因为我把所有不同的个性啊，就是外形特征通通放在同一副牌卡，所以我可能出现了身材既是瘦又是高，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合理，因为选到这组牌的人肯定不会只有某一个类型的外形嘛，混在一起抽这样子比较公正。好，我们来看一下你抽到的牌卡，我们再多抽2张。所以这个人的个性呢，很勇敢，很热心，皮肤很白皙，身材很健美。个性还有慷慨，勇敢、慷慨、热心。然后脸型呢，有心形跟钻石形，有点像五角形。然后肤色是自然色，双眼皮。自然色的意思就是它就是维持它原本种族的颜色哦。我们来看他想要对你说什么真心话，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你的真命很害羞他有话还不敢讲出来，一直抽不出来。你们在一起很快像朋友，所以反而话还讲不出来。他对你想要讲的话真的是很难从他口中讲出来，在这个频道听到真的算你赚到。哇，其实你的真命很浪漫第一句话是你怎么可能存在？他不相信会有这么棒他这么喜欢的人存在。哇，这太浪漫了。他说，我从你的眼睛里找到日出，希望你在我的背膀中找到日落。他说，让我们快点在一起。不可思议的震撼，你怎么可能存在？跟不可思议的震撼真的很像是一见钟情哦。他说，我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世界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你的真命长相是怎么样。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就是以上今天所有的说明和讲解，希望你会喜欢今天这个轻松的占卜，希望你和你的真命长长久久，一定要幸福。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第4组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就要以非常轻松欢乐的心态来看一下大家的真命是谁。那么在讲解之前呢，我在抽牌的时候呢，第4组的牌要不然就是6张、4张、3张抽出来，都是一群一群出现的，所以整体的感觉非常非常的热闹，看起来是一个很热闹的恋情。我准备了很多不同的牌卡，又来看各位真命的特质，包含了第一个先看你的个性，再来当然看一下对方的个性，然后看一下你们2个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会抽出很多的神谕卡来看一下你们相遇之后会有怎么样的化学变化，
然后你们会创造怎么样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你在遇见他之前正在进行怎么样的旅行？当你已经有一些征兆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真命快要出现了。几张塔罗牌卡呢，只是代表着你们的故事会怎么开展，最后用一张易经牌作为一个总结。这2个是我自制的卡片，我会抽出外貌的特征，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他想要对你说的真心话。从外貌的牌呢，我会用几张实际的图让大家来看一下真命大概长得怎么样，当然不会完全吻合，不过是蛮有趣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个性。你抽到的是白鸽，它是争取和平，然后你的个性呢很切中要点，知道重点在哪里，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生性和平，并且喜爱周遭的环境也很和平。所以呢，这组牌的朋友很容易当一个调节者，是一个尽力为环境带来欢乐、和平、快乐的一个人。那么对方呢的个性也非常的平和，因为他是鹿的精神，这边是带来温柔感动。你们在各自的个性当中都有非常温和的那一面。你的真命呢，很善于在争执之中呢找到双方的共通点，所以呢，他可以有效的沟通，让对方各退一步，来达到一个双赢的状态。你是一个很切中要点的人，他这个中枢的意思是万事当中主要的部分，所以你在组织当中一定是一个要角，因为你很会抓到重点。那么他呢，是真理跟晋级，晋级是日语的用词哦，是一个没有一点声音、鸦雀无声的意思。那么对方呢，虽然非常的和平，可是他有固有的价值观，而且他不会声张，他可能是有点内向害羞的，不过呢，他对事物的真理这方面有异常的执着感，可能不会让别人很容易察觉，但他的内心里确实是有这样子的感觉，而且他很喜欢那种独自品尝美酒、独自啜饮咖啡的那种感觉，并且想着一些哲理思考的事情。那么这一组的感觉呢，很特别，跟其他组别差异非常大，因为它很像是宗教人士。因为白鸽常常会出现在宗教的一个范围里，例如说在教会、佛寺、团契、救援活动、慈善活动等等认识，而且个性非常的相似，很多人是互补的，但是你们的个性很像，都善于调解。在职业当中感觉也有那种法官、协会会长、理事，什么商店会理事长啊、狮子会扶轮社干部等等，这种有一些使命感的团体，有点宗教的意味在里面，或者是他虽然没有信宗教，可是他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价值观，是令你们2个都很喜欢的。再来看一下你们2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是狮子高我召唤，他这边写了，你内心拥有你所需要的一切勇气，放下过去，重新夺回你的威严。你会在支持你的人当中找到成功和满足，为你的生活还有为你的部落做出崇高的选择。那么狮子呢，代表自信、勇敢、领导力，他很尊贵，他很高傲，事业也做得非常好。那么这组的关系呢，具有了某一种的宣示还有占有欲的态度，而且2个人对于创造繁荣还有高贵的印象呢，是非常乐此不疲的。不只有在2个人的关系当中，因为狮子是一个群体的社会，你们的关系会涉及到朋友圈，所以共同的朋友圈很重要。狮子呢，也是一个比较勇于表达自己，很自信，所以他对于恋爱是很热烈的。不过在这样子的氛围当中，因为你可能要顾虑到不足的感觉，有时候你会想要让别人看到这个恋情，所以在恋情当中要小心，不要让虚荣心还有面子去影响到关系。另外一个公狮，你们当中的其中的雄性的那一方是会很容易引起别的女生的喜欢的，这一点就是你们的关系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竞争者。不过在这张牌来看，你们2个是非常非常爱彼此的，
只是因为可能条件不错，个性好，然后事业又做得好的话，就会难免会有别人会喜欢同样的人。不过因为他是你的真命，所以你可以不用担心。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相遇之后的化学变化。这张牌是滋养，哇，很热烈哦，大红色，以及你们会创造怎么样的生活，受到祝福，修改或修补。首先我们谈到这张滋养的牌，你们相遇之后呢，会发现你们的灵魂非常的相似，所以呢，很容易互相支持，恋情呢一点即发，非常有那种火象的热烈热情的感觉。但是你们两个个性又非常的安静跟平和，那种感觉就像是，如果你们其中有一方在晚上、在半夜、在埋首工作，可能要加班的时候，在家里处理多余的工作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会递上一杯咖啡或是一杯奶茶，熬一点粥给对方吃。你们两个会共同的成长，就是很知道目前对方需要什么，你们两个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所以你们两个爱情很美丽，有一种很安静的，但是又充满力量的美感。再来你们会创造怎么样的生活？这个是修补、修改。你们两个之前可能会受过一点伤，但是因为你们不会讲出来，因为你们的个性很平和，而且又比较探求真理跟切中要点。有时候情绪，你们会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情绪是多余的，不过伤有时候是还会埋在心里面。所以你们两个找到对方之后呢，创造的生活就是互相疗愈的环境，就很像这个两只狮子、两只大猫彼此会梳理对方的毛，让对方更加的舒适自在。然后你们两个内在的小孩，就是心理学上的内在小孩，就会被修复。你看他们两个重回童真年轻时候的开心，在制作着他的锦标旗。你们两个很会观察对方的情绪，知道怎么修补心中的痛苦、内心的旧伤，还有古老记忆所带来的伤害等等。你们的生活会受到上天很大的祝福，所以在精神还有物质上都有长足的进步，都会看到很大的进步。过往呢，很困难的事情，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麻烦，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变得非常的强运，从和平的小动物变成了猛兽，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运气大开，所以之前的一些旧伤不幸运的事情渐渐都消失了。我们本身在一起这件事情就是受到了上天的祝福，打开了人生通往罗马大道的幸运大门。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很重要的，你在遇见他之前呢，正在做什么旅行。你抽到的是观察白云，你塔罗牌抽到的是第一张是圣杯骑士，再来是权杖国王，以及宝剑一、圣杯10，还有钱币4。那么在遇到对方之前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这个是观察云层，你很舒适的躺着休憩放轻松。那么这组的朋友呢，在遇见这个人之前是在一段休息放空的状态中，例如呢去打工度假、禅修、暑假无所事事的时候，或者是转换工作的休息的空档，是一种某种自我修复的空窗期。再来呢，你们的故事开展了，你们两个相遇了，而且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呢，是有一个人深深的先爱上对方。那么在这边呢，比较有可能是男生先爱上女生，所以就会以温柔的攻势展开，他可能会默默的观察你，是用一个不着痕迹的方式来关心着你，不过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温柔，他带着满满的爱来追你。圣杯骑士就是一个会带着玫瑰花送给他心爱的人，骑着白马王子那样子一般的形象。再来是权杖的国王，所以这段的关系呢，可能会以男生的意见为主，男生的保护欲很强，然后他的工作很好，很有创意，很有幽默感，也会统领大家。实际上这张牌就是狮子座，所以2张狮子，所以他遇到你之后，他本来是一只小鹿，他本来是一只
小鹿斑比，却变成了一头猛狮，所以你真的激起了它非常强大的雄性的力量。所以呢，它可能比较活泼，比较有主张，在关系当中就会很有主导性，会带你出去玩，出去吃好吃的东西，比较像是他在引领着这段爱情。再来是宝剑一，也就是因为他的温柔攻势以及主导性，其实女生呢，她是一个本来就很知道要点在哪里的，虽然她很和平，不过选到这组的人呢，应该是心中也是有一些意见的，要不然你们两个不会互相可以疗愈对方，所以你们内心的坚强度应该是蛮相等的，所以心智相等。这边在磨合价值观的时期呢，就会有一些针锋相对的时候，不过因为两个人都很坦率，沟通上会很顺利，最后呢会逐渐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还有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哦。再来呢，磨合完之后就进入家庭的圣杯时，两个人的关系呢会以家庭的形式发生，是一种非常圆满的爱，非常信任对方，走进对方的家庭当中，两个人组建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而且呢，因为很信任对方，所以对爱情还有家庭生活都很负责任，这边演变而来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一对。到了钱币四，这是一个占有欲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就像之前的这个狮子一样，逐渐画出了领地。我刚才也说了，因为狮子它是一个部族型的，肯定会有男生或是女生来喜欢你们两个其中一个，而且是你们两个的魅力可能根本就是相当的，要不然他不会喜欢上你，你也不会喜欢上他。所以呢，两个人彼此都有一种要把对方的领地画起来那样子的感觉，非常的保护家庭。尤其我认为这个男生这一方的占有欲会比较强，他的占有欲会逐渐的显现，那种感觉比较像是很怕失去对方。你的真命的这个人，他心中有一个真理，就是他会画出一幅他心中充满着幸福氛围的一个家庭的照片，他希望他的生活就是那样，而那样子的照片里面不能没有你，所以他希望你们两个人可以白头偕老。所以到最后会怎么样呢？连你吃什么他都要管，要吃得很健康，运动每天都要30分钟，不可以间断，他会督促你。你可能有时候吃咸酥鸡，他会帮你计算热量，说这个多少热量，那个多少热量，你还喝3分糖，你根本就应该喝无糖的手摇饮。所以这种感觉很强烈，因为他太希望两个人一起达到他心中的那个真理的那个图像。这组的朋友想办法找一个方式去缓解一下这个占有欲的问题哦，好好的沟通。这边的星座呢，有狮子座，出现很多狮子，双鱼座，所以有很多的水象星座，就是巨蟹、天蝎、双鱼。风象星座的双子、天秤跟水瓶，然后还有摩羯座的，参考太阳还有上升。再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易经卡，来总结一下。你易经卡这个太棒了，这个易经卡是雷锋痕，这不但是你跟他的手，中间还有一个小宝宝的手，这个太幸福了，真的太羡慕你们了。雷锋痕呢，这张牌在易经里的爱情就是超级大吉利的超级上签的好牌。这个上卦是长男，下卦是长女，所以两个人有非常相像的地方，所以你们和其他组不同，你们两个是很像的人哦，都很会照顾别人。所谓天造地设，就是讲你们阴阳调和的一组，都很会为对方着想，所以会创造这个疗愈的环境，把对方的位置放在很前面。所以当你觉得他的占有欲有点太强的时候，要对自己讲说，因为他真的把你放在很前面，甚至他会高于自己。你们两个都是把对方捧在手心上的人，所以这是一个爱情超级美满、长久、天作之合的一张牌，真的是非常恭喜你们。再来我们来抽一下外貌特征，还有他想要对你说的真心话。你抽的牌有眼睛是双眼皮，脸是椭圆形的，或者是脸是长形的，然后呢比较匀称，身材有可能比较丰满，个性非常的坦率，肤色很白皙，有可能是短发或是卷发，
然后身材巨人，就是比平均身高还高的一个人，大概这样子的特质。然后之后我会放上照片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有点比较好玩的性质。再来，我要抽出来他想要对你说的真心话，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环节。再多抽一张。首先，天涯海角，他想要跟着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各种天涯海角。再来，我的视线就是离不开你，有他呐喊了，让我们快点在一起，我要带你去所有地方，不可思议的震撼。所以他认为他遇到你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震撼，他看到你的时候有不可思议的震撼，所以他才会有白马王子形态出现的那个象征。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的真命到底在图片当中是有怎么样的呈现跟表现呢？今天我们的讲解就到这边，希望你们会喜欢，也祝福你和你的真命能够非常幸福。恭喜你抽到了上上签雷锋痕，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